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真正实质上西元2000年登场的哥吉拉，头没有被含住，可是有巨大的虫害。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SH Monster Arts 哥吉拉2000。登场于作品《哥吉拉大战蝶龙》，是千禧年哥吉拉系列的第二作，可是剧情跟前作《屠龙风云》完全没有关系哦。据说因为哥吉拉从1954年开始，有事没事就会跑来日本观光，顺便带点核能土产。就算后来采用新式的非核能源了，他老大还是要来乱。于是日本就成立了对付哥吉拉的部门，打算用黑洞一次弄死他。结果偏偏黑洞实验出错了，导致时空扭曲，意外的让史前大飞虫跑来现代来乱的一个三方大乱斗故事。哥吉拉2000跟很多哥吉拉的作品设定一样，都是以1954年初代所衍生的平行世界观，是著名的核能图片大怪兽，在1954年侵袭东京造成严重破坏之后，又在1966年跑出来把核电厂给砸了，随后就跟天灾一样，三不五时会跑出来逛街哦。体型跟初代一样，仅是50公尺级，背鳍发光的时候颜色会改成金色，原子射线的颜色也会改成金橘色。虽然本作的哥吉拉设定仅是50公尺级，不过 SHN 系列的哥吉拉多数高度都差不多，高度大概就是16公分，重量则大概是这么重。本次的外形是以电影皮套作为基础哦，因此很明显的头部的尺寸变得非常的大，身上如铠甲一般的皮肤也延续这个系列哥吉拉都有不错的表现。不过对照电影剧照，本款并没有强调还原皮套的质感哦，反而是采用一般较生物化的刻画啦，这点我个人是持正向的评价。2000版的哥吉拉另一个特色就是超级尖刺又巨大的背鳍啊，尤其是后腰部位更是突出了这个设定哦。背鳍虽然不会发光，可是紫色的渐层色表现还是不错。另外整体身形的质地感比较重哦，毕竟皮套是要给人穿的啦。另外我手中这一只的眼睛又回归脱窗风格啦，两眼的瞳孔都能够再往前一点就不会怪了，这个部分看来只能靠运气啊。还有颈部后侧只有一根背鳍很突出哦，造成头往下低的时候外形会变得很突兀。虽然是还原原作的样式啦，不过这根背鳍若能坐在下一节关节上，应该就不会那么奇怪啦。头颈部上下的幅度表现不错，关节数量足以应付各种范围哦，唯独头部左右转动的时候要小心过度转向，造成外形的穿帮。嘴巴可以打开，口腔造型不错，涂装也还可以。这是因为头比较大啦，所以嘴巴也就一起放大啦。舌头是分件，可是范围很小哦，不要硬转动。腰部的可动范围以哥吉拉来说相当的不错啦，不过转动的时候一样要注意零件的空隙，避免外形上的穿帮。还有本款的关节真的没有很紧。手臂的整体可动范围算是同系列哥吉拉水准的前端班哦。除了归功零件不会太紧之外，关节与外形的零件数变多，也是有效提升可动范围的因素。腿部也是近代同系列哥吉拉的标准，大腿后侧还多了一块零件，有效的提升膝盖的弯曲度。尾巴的节数够多，每一节的零件延展范围也都很足够，因此维持很好的弯曲范围哦。目前我手上这一只的尾巴凹起来很顺畅了，而且没有掉落零件哦。与千禧哥吉拉相比，千禧哥吉拉是本款前一部电影的外形哦。两者虽然外形相似，但设定上是不同之哥吉拉。千禧哥吉拉的生物感非常的重，从身形的前期就看得出来。外形也不是如本款是以还原皮套为主哦，所以头部也比较小，还有脚掌很大。与2001年版相比，同样是千禧年系列的哥吉拉，不过作品并没有关联哦。01年版的设定是怨灵的集合体啦，虽然头都很大，但是01年版看起来更加的笨重哦。不过相对的也比较凶狠，而且它很白目。与2002年版相比，身形比起本款更为纤细了一点，但设定上两者是一样大致哦。02年版整体外形看起来侵略性比较低，不过他老兄零距离吃的一发绝对零度炮没死，只是破皮，也是个狠角色。另外02年版比起本款更强调脖子的三角形感哦，因此脖子比较长。与2004年版相比，04年的身形又更加的纤细啦，主要是因为他在原作里要长征打摔跤啊，需要更加灵活的身躯，因此比起本款的重量感反而重上许多哦。加上为了避免妨碍打摔跤啦，所以04年版的背鳍也缩小很多，跟本款刻意放大刚好是相反。
千禧年系列的哥吉拉，第3部的哥吉拉极度白目，第4跟第5部有帅气的基隆三世，第6部是整场打摔跤，虽然很扯，可是蛮有趣的。所以比较起来，头2部作品确实印象是比较不深哦。不过千禧年版倒是早就商品化了，还改色再版，反而是本款直到现在才商品化呀。不过也归功于现在才商品化了，本款采用的设计还有技术也都比较新啦，整体的完成度当然要比早期的商品来的优秀。在高度可动下，也维持外形的完整性，还原皮套风格当然也是卖点啦。但总和来说，本款还是有维持住本系列哥吉拉该有的水准，至少比魔物猎人系列好太多了。总之，本款商品化之后，总算是补完了千禧年系列的哥吉拉啦。不过单就外形来说，我个人是更加偏爱千禧年版的生物感啊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